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雨著，第001章处 CP。王者荣耀不仅是当下最火的游戏，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工具。只要荣耀打得好，段位高，男生抢着做小弟，女生抢着处 CP， 分分钟走向人生巅峰。但苏哲却很苦逼，因为王者荣耀不但没有让他走向人生巅峰，反倒害他丢了女朋友。苏哲坐在宿舍里，看着手机上的信息，老公，我好喜欢貂蝉新出的皮肤呀，特效好漂亮，据说手感也爆好，你送我好不好？信息是苏哲的女朋友陈菲儿发过来的。陈菲儿从开学前的暑假就中了王者荣耀的毒，她最喜欢的英雄就是貂蝉，所以这次貂蝉新出皮肤，陈菲儿非常激动。苏哲叹了口气，默默地打了一行字：我不玩王者荣耀，你知道的。皮肤我没办法送给你了，不行我给你钱，你自己买吧。片刻后，陈菲儿回了消息：你为什么不打呀？咱班同学都在打，我好几个闺蜜都是靠着男朋友带上段位的，他们都已经打到铂金了，就只有我还在黄金段位，你赶紧来带我嘛，咱们还可以在游戏里处 CP 呢。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消息，苏哲无奈一笑，回复道：算了，我对这个游戏不是太感兴趣。消息发出去之后，陈菲儿很快回复了一连串愤怒的表情，还威胁道：哼，你就不怕我去和别人处 CP 吗？苏哲看了一眼手机，笑了笑就没有再回复了。之前两个人吵架的时候，陈菲儿也经常开这种玩笑，苏哲从来都不放在心上。结果到了晚自习的时候，陈菲儿居然没有出现，她的座位上一直是空的，人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苏哲给陈菲儿发了几条消息，陈菲儿一直没有回复，打电话过去则是勿扰模式，电话根本打不进去。下了晚自习之后，苏哲就跑到陈菲儿宿舍去找她，但陈菲儿并不在宿舍，一直等到宿舍关门，她都没有回来。无奈之下，苏哲只好回了自己宿舍。结果他一进门就看到自己的三位室友聚在一起窃窃私语，好像在讨论什么惊天阴谋一样。你们说什么呢？怎么鬼鬼祟祟的？苏哲一边把书包扔到床上，一边问道。宿舍长刘思雨看到苏哲回来，赶紧朝着其余两人挤眉弄眼，另外两人连忙乖乖闭上了嘴，低着头不敢看苏哲。刘思雨给苏哲递了一瓶可乐，尴尬地笑道：没什么，我们讨论游戏呢，来，喝可乐。一看到刘思雨的反应，苏哲就知道他肯定有事瞒着自己，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，那这个室友就白当了。思雨，有什么事你就别瞒着我了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何必这么遮遮掩掩的？苏哲没有接可乐，而是开门见山地问道。刘思雨被苏哲说的有些为难，嘴唇动了动，但还是没有开口。这时宿舍里的直肠子陈天野忍不住说：那什么，苏哲，海龙他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好像看见陈菲儿了。一听这话，刘思雨和马海龙连忙冲过去捂住了陈天野的嘴。陈天野挣扎了两下，挺不服气地说：你们拦着我干什么？反正纸包不住火，苏哲早晚得知道。看到这一幕，苏哲便猜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反正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们就干脆全说了吧。海龙，你看见菲儿去哪了吗？马海龙叹了口气，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说道：我看见陈菲儿好像跟隔壁班的张豪在一起，两人一起进了学校旁边的快捷酒店。什么？听了这话，苏哲的瞳孔猛地收缩起来。自己的女友和别的男生一起去了快捷酒店，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回宿舍，显然是准备彻夜留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根本不需要解释。看到苏哲的反应，刘思雨连忙过来拍着他的肩膀道：苏哲，你先别着急，也许是海龙看错了呢，毕竟海龙眼神不太好使。马海龙连忙点头道：对对对，我眼神不太好使，兴许是看错了。但苏哲却摇了摇头，他知道马海龙肯定没有看错。整件事情的发生可以说是意料之中。
张豪是隔壁班的王者荣耀大神，据说段位已经打到了永恒钻石，尤其是他的李白，更是在市级地区有了银牌的排名，每天求他陪打的女生数不胜数，很多女生为了让他带上段位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不过张豪始终都对陈芬情有独钟，一开学的时候就放话出来一定要追上陈芬，只不过当时苏哲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先和陈芬走到一起。没想到如今因为一个游戏，陈芬居然投入了张豪的怀抱，翘掉晚自习陪张豪去住快捷酒店。苏哲攥紧了拳头，脑海中回忆起当初刚和陈芬在一起的画面，当时的海誓山盟，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笑话。看到苏哲的反应，陈天也赶紧过来劝道：苏哲，别胡思乱想了，依我看肯定是海龙看错了，陈芬怎么可能做对不起你的事呢？苏哲却不置可否，淡淡道：天野，帮我个忙，帮我登录一下王者荣耀。陈天野一愣，随后连忙登录了自己的游戏，班上玩荣耀的都互相加了好友，陈天野有陈芬的游戏好友。苏哲拿过陈天野的手机，熟练地跳转几个游戏画面，点开陈芬的常用英雄页面，他看到陈芬的貂蝉已经换上了新款皮肤仲夏夜之梦，而之前陈芬貂蝉的皮肤是圣诞恋歌，这新皮肤显然是刚刚换上没多久的。既然苏哲没有送陈芬这款皮肤，那么送陈芬皮肤的人显然另有其人了。而此时陈芬正处于游戏状态，苏哲立即通过好友观战围观了过去，点开之后，只见陈芬正与一个 ID 叫豪哥的玩家双排，陈芬用的是换上了新皮肤的貂蝉，而这位豪哥用的则是吕布，两个人的 ID 旁边还有一个粉色的心形图案，这说明两个人已经是游戏里的 CP 了。显而易见，这位豪哥就是张豪，他正带着陈芬在快捷酒店里打双排。陈芬貂蝉的新皮肤也毫无疑问是张豪送的。放下手机，苏哲长长叹了口气，真有意思，我从没想到爱情会败给游戏。室友们低头看了一眼游戏界面，瞬间就都明白了。陈天野脾气火爆，撸起袖子骂道：这张豪真不要脸，居然撬我们哲嫂！海龙，你看见他们去哪个酒店了？老子现在就杀过去，看我不废了他！刘思雨连忙拉住他道：你别冲动，苏哲还没说话呢。马海龙性格比较稳重，拍了拍苏哲的肩膀，劝道：苏哲，你想开点，你想怎么处理兄弟们都支持你。苏哲却淡然一笑，原来陈芬就是个上分表，可惜我今天才认清他的真面目，不过从今以后跟他划清界限，这也是件好事。说完，苏哲默默回床上躺着了。大伙虽然还是很担心他，但谁都没好意思过去打扰他。洗漱过后，其余3个人开始3排打王者荣耀，排位配对成功，挑选英雄之后，游戏进入战斗加载界面。这时刘思雨忽然发现对面阵容有一个 ID 非常眼熟，叫做小小芬，而他使用的英雄正是貂蝉。同时还有一个 ID 叫做豪哥的人和小小芬带有 CP 标志，显然就是隔壁班的张豪。我靠，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刘思雨一拍大腿，大声地说。这时陈天野和马海龙也都发现了对面的熟人，两人立即亢奋起来。NND， 老天有眼啊，居然让老子抓到了这对狗男女，看老子不杀崩你们！陈天野咬牙切齿地说。马海龙却有些忐忑，天野，你别忘了这只是张豪的小号，人家大号是永恒钻石，还是市级排名的银牌李白呢。而这一局张豪选用的英雄刚好就是李白，他显然准备在陈芬面前秀一把。看到张豪拿出了他最擅长的英雄，刘思雨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。钻石大神开小号来打黄金局，我看咱们还是争取别被虐得太惨吧。就在这时，游戏中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，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随后游戏画面的聊天栏显示出了一行字，对面阵的陈芬显然也认出了他们。小小芬，是你们？
陈天野冷哼一声，哼，这上分表还有脸跟我们说话。这时对方的李白，也就是隔壁班的张豪也说话了，原来是3班的同学呀，真是够巧，看在都是同学的面子上，我不会让你们输得太惨的。张豪一上来就非常嚣张，显然是想在陈菲儿面前出风头。陈天也气得一拍桌子，大声说，我不管他是不是什么狗屁钻石大神，今天这一局咱们必须赢，咱们必须给苏哲报仇。刘思雨和马海龙也紧紧地握住了手机，2个人都准备全力以赴。战斗开始，双方出兵。开局30秒，李白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河道上。糟糕，李白要来反野！小心下路的红爸爸！上路的刘思雨看到李白之后，连忙紧张喊道。而此时马海龙正在辅助使用鲁班7号的陈天野打红爸爸，眼看着红爸爸只剩下最后一丝血量的时候，一道白色身影闪电般袭来，是李白。开启一技能将进9二段位移的李白，当着陈天野、马海龙2个人的面，张豪的李白用惩戒直接收掉残血红爸爸，随后瞬间升到2级，甩出一招神来之笔圈住2人。陈天野的鲁班7号原本就因为走位失误被红爸爸砍掉不少血量，神来之笔更是让他瞬间残血，拿到红 buff 的李白奋起神威，2剑砍死小短腿鲁班。First Blood， 队友死亡，这让使用辅助太乙真人的马海龙慌了手脚，他连忙转身朝着防御塔跑去，却被持有红 buff 的李白一剑粘住，一剑，又一剑，3剑过后，太乙真人也惨叫着倒在了凶险的野区。Double kill， 这一局还没开始就已经崩盘，1级李白屠杀野区。陈天也气得从床上站了起来，咬牙切齿地说，靠，这 TM 怎么回事？这时对面的张豪嚣张地打了一行字，速战速决，困了，想搂妹子睡觉了。在钻石级别的李白面前，段位只有黄金的3个人显然无力反抗。马海龙叹了口气，就说不可能打得过他的。刘思雨也面色凝重，先稳住吧，看看还有没有机会。陈天也很不甘心，鲁班7号复活之后立即朝着下路奔去，但此时的李白已经升到4级，正潜伏在下路等待刺杀复活的鲁班7号和太乙真人。看到线上对位的曹操被兵线摸成残血，陈天野和马海龙连忙追杀过去，有机会上！鲁班7号蹦跳着冲锋向前，太乙真人也开始晃起了炼金炉。但残血的曹操只是诱饵，张豪的李白早已经用边路的红鸟刷出了大招青莲剑歌。鲁班7号和太乙真人刚刚走出防御塔，李白已经凭借着2段位移赶到，刹那间漫天分身剑影，被等级压制并且毫无经济的鲁班和太乙瞬间残血。杀红眼的李白毫不留情，一招神来之笔狠辣收割，2连击破 Double kill， 又是一次双杀，张豪的李白再次送2人回家。我去，陈天也差点把手机砸了，气得直拍桌子。马海龙则垂头丧气，摇着头说，没戏了，等6分钟头吧。而此时的苏哲正平静地躺在床上，默默地听着耳边熟悉的王者播报声。他摸了摸自己的手机，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熟悉的 ID， 长歌。iOS 一区绚烂刀锋的荣耀王者，以101星最先问鼎榜首的位置，却在暑假结束之后神秘失踪。国服上榜关羽，国服上榜花木兰，在高手云集的 iOS 一区有着最强上单的称号，只可惜这位神秘高手已经有整整2个月的时间没有上线了。这次要出手了吗？苏哲看着室友们焦头烂额的样子，自言自语地说。